不一会，蓝老先生来了，看着台下面的蓝优，有些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得不说，蓝老先生的课枯燥又乏味，但是蓝优也乖，老老实实的做了一节课。等下课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往后山跑，他要去找父亲去了。这时，忽然一个人拦住了他，蓝优抬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穿着金色家服的弟子，上面还绣了金色说牡丹花。蓝优神色一下子就变了，问道：有什么事吗？那个人趾高气昂地问道：蓝优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你们名字？蓝优看也不看他一眼，问道：你没听过的事情多了。他没有出去过，但是也知道这肯定是兰陵金氏的弟子，因为兰陵金氏的衣服就是金色的。那个人有些生气，说道：你这是在找揍？蓝优年纪虽然小，但是却沉得住气，说道：你都打不过我。那个孩子气急，说道：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兰氏弟子吗？又不是和兰苑一样是嫡系，你装什么装啊？蓝优虽然不出来，但是伦嫡系，他父亲可是韩光君，他的名字实在兰氏族谱上的，他不是嫡系是什么？白净的小少年脸还没长开，却已经不难看出长大后的俊俏好看了，精致的眉眼一沉，稚嫩的声音铿锵有力，说道：你是嫡系吗？自己都不是嫡系，还来说别人，我都替你羞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兰氏嫡系弟子？给我让开！谁知道那个小孩被吓到了，还是这么回事，一下子就哭了，抽泣的说道：我要找我爹爹，有人欺负我。蓝优一听就呆了一下，他哭了有爹爹哄，他有爹爹哄着。蓝苑听到了这里纠纷，赶紧跑过来说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看着面前那个哭的脸都花了的孩子，问道：他为什么哭了？蓝优还没说什么，旁人就有人说是蓝优欺负哭的。蓝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蓝优弟弟才不是这样的人，蓝优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蓝优垂着眼睛，说道：他先拦的我，他说话不好听，我说回去了，谁知道他就哭了。蓝苑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所以是他先拦着你不让你回去的。蓝优点了点头，看着小孩子眼睛有些红，蓝苑心里也难受，说道：你们先挑事的，你们要给蓝优道歉。那个人一看是蓝苑来了，心里再不服气，也要老老实实的道歉，对不起。蓝优淡淡的了一声，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旁人有人就不服气了，说道：那蓝优把我们公子弄哭了，是不是也要道歉？蓝优一听，开口道：我又没错，为什么道歉？说着转身就准备离开了。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小孩子心里还是委委屈屈的，眼睛都憋红了，他不能哭，哭了没有爹爹哄，爹爹还在睡，不能让父亲和爹爹担心。心越想着越委屈，一边跑眼泪一边掉，却还是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声。蓝忘机在门口等着自己的孩子，谁知道当他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脸泪痕的时候，心里忽然就慌了。小阿离看见自己的父亲更委屈了，眼泪珠子不停地往下掉，蓝忘机擦都擦不及，问道：阿离，为什么哭？蓝优哽咽地说道：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哭有爹爹哄，我就没有？呜呜呜。蓝忘机一听，心里刺疼了一下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小孩子当真是委屈极了，哭得直打嗝，我也要爹爹哄。呜呜。父亲，爹爹为什么还不醒？爹爹都睡了好久了，他是不是不要阿离和父亲了？阿离真的很乖的。呜呜。小孩子一委屈就抱着蓝忘机的脖子哭，蓝忘机肩膀都湿了。蓝忘机眼睛通红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哄自己的孩子。小阿离哭得厉害，说：我要去找爹爹。蓝忘机声音发哑，说道：好。小阿离一到涵洞里面，看着自己依然没有醒的爹爹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小孩子很敏感的，他不知道自己爹爹什么时候才能醒。他跑到冰床上，结果被冰的打了一个寒战。蓝忘机怕他受风寒，想把他抱下来，谁知道阿离根本就不下来，被冻得打哆嗦也不下来。魏无羡依然在床上闭着眼睛，没有一丝的动静。阿离一边哭一边晃魏无羡，哭喊着说道：爹爹，你醒醒看看我和父亲呢。阿离真的很听话的，可惜魏无羡还是没有动静，任凭阿离怎么晃都不醒。蓝忘机走过来，握住了魏无羡冰冷的手，然后亲了亲魏无羡的额头，触感一片冰凉。他轻声唤道：魏婴。已经8年了。
蓝幽到13岁的时候，魏无羡还没醒，蓝幽和蓝忘机好像也习惯了。蓝幽长大了，慢慢的懂事了，他也不会哭着对父亲说要找爹爹，因为蓝幽知道，他爹爹不会不要他和父亲的，爹爹会醒过来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蓝忘机在凉亭那里看书，一身白衣拖地，旁边放着茶，翻书的样子有些漫不经心。蓝幽翻身进来，喊了一声父亲。蓝忘机抬眼一看，蓝幽站在凉亭那里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。他最近老是有些恍惚，蓝幽长大了，完全的遗传了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模样，才13岁就长得如此俊美好看，不知道长大了得祸害多少仙子呢。蓝幽笑起来和魏无羡极为的相似，浅色的眼睛里带着暖暖的笑意，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，发着暖暖的光，一直暖着蓝忘机。有时候蓝忘机也会走神，大概是等的时间太久了，都等习惯了。蓝忘机把书合上，摸了摸自己孩子的头发，把蓝幽头发上不小心沾上的树枝拿下来，问道：回来了。蓝幽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坐在自己父亲旁边，看了一眼父亲手中的书，问道：父亲，这本书不是和我学琴的书一样的吗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道：还有一本学笛的，你要不要看？他教孩子就是不强迫蓝幽做他不喜欢做的事，连学习也是一样的。蓝幽想学琴，他便尽心尽力地教他，若是不想，那便作罢。蓝幽想了想，说道：父亲，笛子好学吗？蓝忘机没有说好学，也没有说不好学，只是说道：看你自己的悟性。蓝幽说道：我现在会箫，会琴，会剑，这些都是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学的，现在再学笛子的话，会不会太晚了些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道：这几种你都学通透了，笛子是你想学就学，不想学就不学，不过可以了解一下。蓝幽把手托在下巴上，眨了一下眼睛，问道：就是父亲，我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乐器，不用学得太好是不是？蓝忘机点了点头。蓝幽一看就笑着说：好呀，反正技多不压身。蓝忘机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大概是天赋也是遗传了他和魏婴。蓝幽从小时候就天赋比同龄人要好很多，长大了差距就更为明显了。别的弟子只能精修一门乐器，但是蓝幽不同，只要他感兴趣的乐器他都学，而且学得非常的好，这一点倒是引来了蓝启仁的赞赏。蓝幽性子应该是没有随了魏婴，他性子冷静又稳重，不像魏婴那么活泼好动，而且那浅色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丝冷漠的疏离感。